我是巡逻队鲁洛。这次要带来的是暌违已久的万叶复刻 Q&A。由于万叶其实也是个挺复杂的男人，因此关于 Q&A 的部分会需要分成上下2部影片来解说。本次的上半部影片主要会从万叶的角色定位篇、命座效果篇、武器搭配篇、摄影物搭配篇，下半部影片则会从更进阶的角度来补充，从 1.6 版本后聚变反应加强的扩散反应进阶篇、推荐组队与操作手法篇，以及万叶在未来版本的一些未来观，林林总总共汇整了快20多题的 Q&A。不过相信大家的等待绝对是值得的。还没有抽万叶或是还不清楚万叶的强势的话，洛洛就来给大家再做一次万叶的全分析补充。那如果还没有看过1年前万叶刚出的角色全分析影片，请萌新一定要先回去看过最基础的万叶影片，再依序来看这2部 Q&A， 才会让你更加了解万叶这名角色到底为什么被称作人拳角。而就算抽到万叶后，相关的聚变反应增强和双扩散手法，你有懂得怎么操作吗？只要跟着洛洛的影片，你绝对不会后悔让万叶加入你的角色池。那影片开始前，如果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万叶在刚推出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大部分人的看好，并且前有钟离和可莉，后又有林华、萧公和雷电将军等到期超香妹子的卡池，因此有许多人在复刻前是没有万叶的。然而随着后续实战过程中极佳的手感，并且在当时4大强势队伍永动队、雷神国家队、雷9万班队、万达国际队，万叶就占据其中3队，完全霸榜深进螺旋的使用率后，使得万叶的重要性逐渐一步一步的被扩大实证，也是当前版本除了7神以外最推荐所有人都该拥有一支的辅助角色，其地位已经快说是能比拟7神的地位，因而又被人称夜天帝。万叶的主要定位为增伤辅助，其他还附带的功能有巨怪、后台挂元素、削减韧性等等，搭配风套4件再提供减抗，搭配仓谷自由之势再提供加攻，在大世界探索的体验也很好，可以腾空飞起，控制到自己想要的高度后再攀爬。许多杂鱼小兵也可以透过巨怪的效果来加速拓荒效率，并且只要敌人身上沾染元素，就可以直接让附近群体敌人同步触发扩散反应，打出连带的群体伤害，清起过来十分轻松。如果有人被带风向，在害怕万叶在须弥出来后会退环境吗？拜托，才刚出一个须弥，万叶就要说拜拜了吗？前一个被退环境风向带好弹满的钟离，现在不是也过得好好的？即便温迪当初在到期出来后无法拒怪一些韧性较高的怪，但也不影响他在目前深进螺旋一些有许多杂鱼的关卡中发挥他滚筒洗衣机的作用。还是一样的一句话，原神的辅助角永远不嫌多，有个灵命也不亏，而且大多数5星辅助角灵命就已经超级够用。灵命的万叶虽然和砂糖作用看起来没有差很多，即便万叶要到2命才能提供场上全队元素精通，完全摆脱和砂糖模糊不清的定位外，但万叶更强的是他被动天赋风物之师勇所提供的超长时间后台元素增伤机制，大招持续时长共有8秒，和砂糖主要提供元素精通的效果不同。假如让0命万叶、2命万叶和满命砂糖对比，在同为1000元素精通的设定之下，0命万叶可以提供40%的对应元素增伤，2命万叶可以提供48%的对应元素增伤，再加2命效果的200点元素精通，而满命砂糖则是提供2个被动天赋的250点元素精通，以及6命才解锁的20%对应元素增伤，且砂糖的大招增伤只有6秒，冷却时间20秒，万叶则是增伤时长8秒，冷却时间15秒，并且搭配被动天赋风物之师勇的效果，只要触发扩散反应后就可以持续提供增伤8秒，拉长到16秒的增伤时间，因此大招后台持续扩散也都能够触发被动天赋，等于可以说是无缝提供增伤的环境，具备完美的增伤覆盖率，并且再搭配对应元素染色后，达到一定且稳定频率的持续扩散。也因为这样，万叶可以让主 C 几乎吃满全程的增伤。除了雷9万班队外，只要全体充能跟上，万叶能很容易的配合整体队伍的输出循环，让4人的增伤大招一直打爆发，一直爽。就此让万叶甩开和其他风系工具人的不同，同时远远摆脱小砂糖的称号。风系工具人尤其辅助定位的角色，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大多都会穿风套4件，使敌人被扩散降低元素抗性的效果。然而温迪这个辅助角色最大的作用就在于他所有的技能组都是围绕着巨怪，而万叶虽然也有巨怪的功用，但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于提供增伤，巨怪的作用是其次。所以总结来看，温迪的强力巨怪在战斗时可以为我们提升输出效率，节省追怪的时间，
而万叶则是提供全队增伤，提升队伍在单位时间内的总体伤害量。关于枭可以配万叶吗？其实洛洛没有想到它会变成 Q&A 的其中一个问题，但是因为真的不论直播或是留言都有太多人问了，所以洛洛就将这个问题列入 Q&A 中一起回答。有看过万叶的角色定位分析影片就会知道，万叶提供的最主要作用就是元素增伤。这个元素增伤是要透过触发扩散反应才能够使对应的元素起到增伤的作用，因此要能够成立这个先决条件，就是被增伤的该元素要可以被扩散。而在元神中可以被扩散的元素有水、火、冰、雷等4种元素，其他像是风、炎元素都是不能被扩散的。所以枭要从何来让万叶给他增伤呢？如果有朋友会问你这类的问题，就要分享给他这支影片，因为会问这个问题，代表最基础的元素反应机制都还不是很熟哦。如果你是打算要抽万叶来给枭增伤的话，就赶快矫正一下这个错误的想法。而如果你只是想用来取代原本枭队伍中砂糖的这个位置的话，砂糖主要提供给枭的作用是在于提供充能，因为砂糖可以多段一技能快速产生元素为例给枭充能，加上提供双风共鸣的效果。虽然说万叶用祭礼剑或是一命也不是不能快速双一，但是万叶的大招并无法给风系主 C 带来增伤，还不如放班尼特或叶兰又或是钟灵提供减抗来的更直接。万叶和枭组队反而像是杀鸡焉用牛刀这种大材小用的局面，所以几乎是没有队伍推荐是用枭搭配万叶的，也会体现出对基础元素反应的不熟悉。因为看到很多人在犹豫要抽万叶到几命，如果对于0到6命的所有万叶命座效果还不熟悉的话，可以再回去查看先前的万叶角色全分析影片，而这边主要就针对0到2命的万叶命座效果再大致提及主要的作用。万叶0命就具备前面说到的提供全队元素增伤、巨怪、后台挂元素、削减韧性，搭配风套4件使怪物减抗，搭配仓谷提供全队加攻，已经有非常完整的机制。要用来通关神经螺旋满星，或是佐雷9万班、万达国际、神鹤万星这种输出爆炸的深渊强力通关队伍也都绰绰有余。给你的游戏体验大概会至少从0加分到60到80分以上。抽完0命想要再抽，则会建议可以抽专武仓谷自由之势，或是往上直冲2命。1命的效果，那降低10%的一技能冷却时间有跟没有一样，所以最主要的效果就是放完 Q 大招后，万叶可以再马上1一次，达到1Q1的连段手法。是的，就是 Q 完多1一次，就这样。主要是提升手感和拉抬充能效率的命座，而一个命座大约会需要花1到3单创世结晶和原石的成本，所以如果你就只是想要多1一次，让万叶变得更强，那洛洛还是建议你不如先拿去抽专武效益来的更好，因为万叶其实在充能要求上不算太高，不然就是用高精炼祭礼剑也可以让你1的更多次。2命的效果可以提供万叶和场上所有角色200点元素精通，而由这200点元素精通加成到万叶的增伤效果，可以从40%来到48%，提升8%的元素增伤，搭配前面解锁的1命效果，手感和增伤皆有所提升。但到此为止，万叶的辅助作用已经到了所有命座里面最完整的阶段了，其他3到5命对万叶的提升都不算大，也没有增加更多的辅助效果，因此剩下的只有满命直变的万叶，搭配前面附带所有解锁的3到5命效果才有发挥空间。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抽到2命万叶，那就等于说是后面再复刻几次都可以不需要再抽了。其实大部分原神的5星角色，站在使用角度上就是足以打通神经螺旋、杀遍提瓦特大陆的能力，最多都只需要抽到2命就非常够用。抽到满命值不值得这类问题，主要是看你对这个角色有没有爱，还有你的荷包够不够深。因为许多满命角色的输出伤害都是溢出的，如果你没有想挑战单通神经螺旋，其实很多角色都不需要满命就很值得。而万叶在6命的效果，主要是可以在E和 Q 技能释放后的5秒内获得风元素附魔，可以让自身的元素精通转化为普攻、重击和下落伤害得到加成。因此万叶在6命后就具备可以战场输出的效果，也可以打出类似枭的下落攻击输出方式。但毕竟万叶的最原始的定位为辅助，其实也没有比其他原本就以主 C 定位的满命角色有更出色的伤害。以洛洛角度来说，洛洛会觉得叶兰更是非主 C 定位的角色，满命后提升更多游戏体验的角色。关于满命万叶的输出片段，也可以参考大佬来开秀单元的万叶单通升进12层。这也是很多人之前会问洛洛的问题：万叶0命可以当主 C 吗？残念ですね，不行。或是应该说0命的万叶并不是主 C， 就像雷电将军0命也不是主 C 定位，只是你把它放在队伍里面有稍微占个场输出，这样就叫主 C 的话，这只是个人感觉，而不是站在官方初始设计给他的角色定位。你开心的话，也可以让万叶拿个吃虎鱼刀在大世界跟啾啾人练剑。由于万叶的整体技能组都是站在提供队伍辅助作用，只有在6命才开始自身拥有输出的作用，
因此只有满命万叶才能直变为主 C 定位。万叶的最佳毕业武器就是5星的苍古自由之势，除非是满命万叶再考虑用雾切之回光。苍古提供万叶需要的元素精通外，还有强力的全队加攻辅助效果。然而因为万叶也还有很多武器可以替代，效果上也不差。假如原石比较紧凑，打算要抽萧公或虚名的新角色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要抽苍古自由之势。那么接下来洛洛就来主要说明其他替代的武器所提供的效果和适合用的情况在哪。这边主要提出的替代武器为4星的铁锋刺、西风剑、祭礼剑以及3星的暗铁剑。若是这4把替代武器你都没有，那就选有加元素充能或元素精通附属性的武器用。但除了这4把，其他都不算推荐的替代武器了。以不同战斗环境的优先度来看，假如你是要找一个苍古的替代武器，也不缺元素充能的情况下，以提供元素精通的铁锋刺最适合。而因为万叶并不是战场输出角色，铁锋刺的被动效果万叶不需要，所以也只需要精炼1要它的附属性即可。而3星的暗铁剑也是提供元素精通，算是铁锋刺的在下位替代，而且无法再精炼上去，但整体 CP 值还算是不错。如果是缺原胚打造铁锋刺的人，可以考虑使用。而若是在深境螺旋的环境中缺乏充能，还未达到140%到170%的这个范围时，若是当前的怪物较多，需要对拳能力，则祭礼剑最适合。因为怪物多，万叶的一技能多段同时扩散，可以大量产生元素为例，并且搭配高精炼祭礼剑的效果，可以马上刷新一技能冷却时间，达到快速再次使用一技能的作用。如此就可以再次让怪物产生大量元素为例，充能效率最快。然而若是遇到只有1-2只敌人的对单情形时，则会建议可以使用高精炼西风剑，透过普攻对怪物造成暴击，使怪物产生元素为例来充能，同时也需要撑一些爆率面板。铁锋刺是万叶在功能上最泛用的武器，而且也不需要精炼上去，只需要花你一个单手剑原胚。在大多数环境下，从附属性所提供的元素精通可以带来些微的增伤，但也就这个效果而已。因为这把武器的被动效果跟万叶的扩散没有关系。用铁锋刺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比较不会和其他角色抢武器。暗铁剑虽然是3星武器，不过满级的元素精通也只差满级的铁锋刺24点而已。2把武器之间增伤的差距很小，加上不用原胚就可以获得，只要去璃月找到 NPC 快刀城对话就可以直接拿到。祭礼剑的特性就是可以在触发后直接重置一技能的冷却时间，因此即便你没抽到1命的万叶，也可以透过祭礼剑来直接实现这个双1的效果。尤其遇到大世界中很多的杂鱼小兵，或是深境螺旋中常常会有分波段出现的杂鱼小兵，这时候祭礼剑就可以在0命的时候发挥对拳加上双1的效果，快速清怪。但其实万叶的一技能冷却时间也不算长，加上祭礼剑附属性没有提供元素精通，无法在增伤上发挥效果，因此通常会用上祭礼剑的时候，比较会是需要对拳且缺乏充能的时候，并且如果要使用祭礼剑，最好是满精炼，否则几率过低，没有触发到重置冷却，就失去带这把武器的意义了。西风剑和祭礼剑一样满级时提供61.3%的充能，都是能够缓解万叶需要充能情况时的武器选择。两者主要的差异在于一个适合对拳，一个适合对单。通常在对拳的时候，因为怪物多，元素为例也产得多，所以不太缺充能。但如果是对单，像是只有魔偶见鬼1名敌人的时候，西风剑提供的元素为例效率就会比起祭礼剑还有铁锋刺要好。加上万叶的5段式普攻，总共可以打出8次伤害，也能快速触发西风剑的被动效果，产生元素为例。使用这把武器要能更好的触发被动的话，也会建议要精炼等级越高越好。其实妖刀本来就不太需要放在这里来讨论的，只是因为好像很多人都不清楚妖刀到底适不适合万叶，所以洛洛就放进来补充了。妖刀是万叶传说任务完成后会送的一把单手剑武器，附属性提供的是攻击力趴数，并不是万叶最需要的元素精通。光这点就直接剔出万叶的替代武器清单中了。再来，妖刀的被动效果也是主要影响攻击力的提升，和元素充能、风元素伤害和扩散反应也没有任何关联，只能说是在大世界挥一挥，欺负一些小怪可以有娱乐效果，和万叶的主要输出方式完全不搭。加上在拍照时若想要外观毕业，可以选择的武器吧。毕竟苍古自由之势这把专武看起来就像是蒙德的武器，却拿在盗七人的手上。以妖刀的效果来看，会比较适合单手剑的战场主 C 角色。万叶的最佳信物套装只有一种，就是翠绿之影风套4件套。如果想要兼顾一些输出，或是风套4件还没有凑到的话，则可以选择风套2件和其他加攻击趴的2件套，或是流浪大帝2件套占用。而即便满命，如果不是单人 solo 的话，也会建议是风套4件首选，其次才是2+2的套装搭配。万叶的风套摄影物主属性选择非常简单，只要是非满命的万叶，无论十之沙、空之杯、理之冠，摄影物主属性全部元素精通。而如果是满命的万叶，选择上比较多，但是差距都不大，
主要还是看你的附属性及总体面板好不好。可以全精通，也可以攻击杀、精通杯、双爆头，或是攻击杀、风伤杯、双爆头。附属性选择的部分，非满命的辅助项以元素精通大于元素充能大于攻击力趴数，满命的输出项则以元素精通大于双爆大于攻击力趴数。最后就是关于万叶的适用毕业面板，万叶以元素精通为主，加上扩散反应是一种聚变反应，打出来的伤害是一种恒定伤害，所以跟暴击率、暴击伤害没有关系。因此非满命的万叶在毕业面板上主要看元素精通即可。初始入门最低要够用，可以先求600，而后可以来到800到1000。只要有搭配元素精通主属性的武器和成型的全精通摄影物，800的元素精通其实不难。以上就是万叶复刻 Q&A 的基础篇，后面还会再带来进阶篇的复刻 Q&A， 主要会再带来关于扩散反应的进阶知识和使用万叶染色和双扩散的技巧，也会补上搭配万叶使用的主流队伍相关阵容与输出手法。这上下2部加起来真的非常多，也需要花比较多时间整理。非常感谢大家看到这边，也希望大家更了解万叶这名角色。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时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按钮来帮会员，或是点击超级感谢赞助洛洛一杯鲜奶茶。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人哥们洛洛，我们下次见喽。